你们这个山上还有好多家人呢？这村里的，嗯，还有十多家。10多家。啊。哦，这路也是以前大家凑钱挖的是吧？哦，大家凑钱挖的。啊，等于后来就是在下面要筑水库了，所以说大家都这个就不硬化的哈。哦。那意思你们上面些人也是要全部要搬噻？这上的还都要占地的。哦。是人家不这个让那个包我背下的。哦。我家是家里面孩子，我们是大方，我们是大方的，我好给的。你在哪边的大哥？我是遵义的。遵义的。嗯。我来得远了。我来得远。我才跑起来这些山里面来耍，我在大方那有事。哦，这大方也是遵义的。跑起来山里面来耍。嗯。啊，等于这上面都还有10多家。哦，俺家包我不行，10多家。但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在家里面哈。哦。那现在还有几户人在呀？只有几户人在住，可能有20个人没了。有几个老姐老奶。就几个老人家哈。啊，几个老人家就在。今年会出去喽。啊，你又专门去赶场买了一把刀？啊，买了把刀来。我是炒新鲜。锅煮炒哈。嗯。你好大年纪的？86了。你86了？啊，我属牛的。我看不出来你86岁的嘞。啊，我属牛的了。那你现在还干活儿？啊，还得做的哦。我看你还硬扎得很。啊，还得做的呢。啊，你走到你的家的话还要走好远哈。我家就好点，还走2个小时这样走了。还走2个小时啊？啊。我家就好点远很，这个是村的，我们就是石河铺荷花红星村，我们就是了。那你来买把刀，你不是要走3-4个小时啊？啊，是喽。你还不如走那边走大方啊。这大方那车就便宜点，这没车。就是啊，你还不如走大方啊，你走3-4个小时买把刀。我还以为你就住在上面这几家。没有，这上面是廖家村，我们就是红星村石河铺。你买的是通路的噻？啊，通路的，我们的通路的。哦，那你不坐车去买呀？我们坐车要20块钱，像坐农家。20块钱？哦，就大方坐农家来20块钱。啊，你也可以坐车去买噻。可以坐的哦。你买把刀走3-4个小时，你不累啊？没事，这个的镰刀就好了嘛。哦，这边镰刀好。哦，要这个就好，大方的不好。哦。啊，你相当于你还要翻过上面要坐山喽。还要翻过坐山喽。好，翻着山去，我家山去。还有这上去嘛？你得要照着山噻。啊。我就上去照。你再照着山，你们给你去点图像哈。你还要走2个小时，我都陪不到你了。你要把刀好多钱嘛？30块。30块。看起是好。可能是它那个钢壳比较好。那你还喂的有猪那些哦？都还喂的有猪？猪的庄稼现在住7升包地。7升包地那是好几亩地哦。7升包地去10多亩。10多亩地？你一个人？还要喂猪，还要种10多亩地，80多岁了。你也太厉害了。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哦。还走路一天还要走几个小时啊？那没车了，你挣的钱都没车着。你身体好啊，真的身体好。你现在喊那些很多年轻人，你喊他走一天走3-4个小时，他都走不动。走不到。好像你们那个，像你们那个天天在挖土啊，来整那些。走惯了。走惯了，走路没得事哈。走惯了。这些都是种的，都是玉米哈。你种的吧，主要也是包谷哈。包谷些豆子些。包谷豆子啊。那你种好了之后背啊，哪个来帮你背啊？自家背。
没拿过背。你10多亩地，你自家背得到啊？自家背了，自家背，自家扛，自家没来扛。你太强了。10多亩地的话，你不可能要好几千斤啊？有几千斤包的。对啊，几千斤包括你一个人背。你做啥子要平点吧？平的，我们叫平的。没这陡哈。这冲的在陡很子，这冲上去陡的。平点的地方嘛都要好点。我们叫平。你从这边去都还要走1个多小时啊？那我不去了，人家，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边看好算了。你要去了？我干脆不去了，我就在这边看一下。这是冲的嘛，这冲的人家快点去找，这人家不在，这多我背起来，没好样到快点去。要得，那我走带个包包一点。哇，这个牛好大。这个黄牛才好看。这是多我背起来人家头，人家就人家去找家伙。找一下。人家没弄，人家快点去找。你会姓哪了人？我姓李。李木子李哈。等于你还要翻过前面座山。好山俺过山的，俺得去教育人家头。你走到家了哈吧？天都快黑了。黑不到。黑不到哈。黑不到，就3两个。莎妮天天走的，这身体真的好。你说我看出来身体真的好。你人家说的，这上去是冲冲的。你去找家伙。要得。你呀就走这边过去嘞。我家这反是南坡，这可是大马路路。你马上就要走那种小路嘞。然后翻过这个山，你压在山外面了。在外面山。我们这是杨长镇，我们是大方镇。这里杨长镇。你那边是大方镇。我们是大方，大方镇嘞。这是杨长。大家看，奶奶85岁了，我都还不如她走路厉害。真的健步如飞的感觉。这里是一包人家户，你就继续往前走了。这人家户。继续走。你走。都是老人家些在外头，你看。就这两个老人家后头喽。这一堆啊？说的对家姓赵。这一堆就他们两个老人来。这一堆这两个老人。年轻人都走了。哎你还没出汗。没出汗。是啊。你要去住他们就住你嘞。你叫来。来哟。你这把话是的。我不得说，你这是让我。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赤水河畔，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建在石头上的古镇。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座古镇竟然是一座千年军商古城堡。没错，这里就是赤水的秉安古镇，一座建在河滩巨石上的千年古城堡。秉安古镇自古以来就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地，被誉为明清建筑与历史的活化石。据历史记载早在殷商时期，这里就有古人渔猎的踪迹。自清朝乾隆年间赤水河进行大规模治理后秉安成为了赤水航道最繁荣的水陆码头之一，也是云贵川三省往来盐船和商家必经的夜泊之地。当时沿岸的马帮、盐帮、酿酒烧坊林立，客栈、饭馆、茶馆比比皆是，正所谓是繁荣一时这里呢，就是曾经的茶马古道。
如果你走在这个古道上啊，你都能感受到当时的繁华。中间这个桥呢，叫做双龙桥，它位于一条河流和赤水河的这个河口，始建于清代啊，非常久远了。桥的中间呢，早有一雌一雄两条龙昂首向上流方向，龙头高出桥面 1.1 米啊，非常的壮观。我们顺着茶马古道一直往前走呢，就来到了古镇的下方。可以看到这个下方呢，全部是一片巨石啊，所以呢，这个丙安古镇被称为建在巨石上的古镇。顺着这里台阶往上爬啊，爬上去呢，就来到了古寨的东华门。我们从东华门进入古镇啊，一路也走不了多远，就可以来到西面的寨门。那么西面的寨门呢，叫做太平门啊，均为清代所建。建筑呢为这种拱形的石门啊，出寨门向西下坡呢有一条63米的石梯啊，呈这种阶梯形呢向下延伸，通向码头。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么小一个古镇，当时怎么就是军商古城堡了呢？其实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啊，这样的地形其实是易守难攻的，因为这个两边呢都有河流，其实你是很难渡过来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古镇是依山而建，又是建在河滩的这个巨石上面的，你从下游上去了，你上不去。两边的河流呢，也是隔断了这个去路。朋友们，我现在在铜仁思南县的乌江边上，路过这个小村子啊，我发现对面那里有一片崖壁，隐约的看到这个崖壁中间呢，有一个山洞。从我这个位置过去呢，应该在5公里的直线距离。那么它的高差跟我这个位置应该比这里要高大概400米。那个崖壁中间呀，我发现有一个山洞，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在悬崖的中间有一个山洞。我想用无人机从这个地方飞过去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飞到。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看那个山洞里面到底有什么。你们觉得我可以挑战成功吗？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挑战，从这个地方飞过去，看看能不能飞到这么远啊！我把这个屏幕录一下，到时候呢，给大家一个证据，我到底有没有飞过去。
哇，朋友们，不可思议啊！我竟然飞到了，和我预想的差不多。这个飞行高度大概是400米，那么飞到那个洞口是差不多4公里多，好神奇！我们在这个悬崖的山洞中啊，竟然发现了3个灶台一样的形状，应该是里面有可能煮饭吃吗？那么在这样的悬崖洞中，怎么会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好多的这种泥土沙，这些是哪里来的？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在这样的深山崖壁的中间的一个山洞里，竟然发现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难道里面有居住过人吗？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年代在里面修建的呢？那么进山洞里面的这些人又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里面呢？有很多的谜团，真的是太奇特了。你们觉得这个悬崖山洞中啊，建这些奇奇怪怪的灶台是干什么用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还有就是它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的？你看光秃秃的，对吗？上去下来都是很不方便的吧？难道以前的人会有翅膀会飞进去不成？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哈。你们觉得呢，朋友们？在重庆巫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内，我们发现了一条挂在悬崖上的挂壁公路，当地人称之为南阴天路。它是南阴乡周家坪村23户人家83个村民合力修建而成。整一条公路挂在15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公路总长1200米，花了4年时间才修建完成。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就来到了南阴天路这条挂壁公路上啊，看起真的非常的险峻啊！我带大家一起走过去体验一下。看到没有，对面这个崖壁好漂亮，是吧？这边呢就是南阴的大峡谷，那个地方像不像一道门一样，把这个南阴乡关在里面？这个下面的落差是非常高，如果说要到这个挂壁公路上的话，这边拐弯都要拐6公里多吧，才能到达这个位置。然后才能什么看到这个南阴天路啊。这个一到这个崖壁上呢，这儿就已经凿了一个孔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这些石头全部是一点一点的凿下来的，可以看到当初他们用这个钢钎、二锤、铁锹，是吧？慢慢一点一点的开凿这种精神，对吧？非常非常的震撼。哇，看一下这个车开到这个崖壁上什么感觉？这个公路大多数地方都只有3米的一个宽度，错车是错不了的。极个别的地方呢，它有修这个错车道，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惊险啊！要你技术很过硬是吧？这个上面才能错车。看一下这个地方啊，下面等于抠通了一条公路，相当于整个上面的石头呢是悬空在这里。整个公路就活生生的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给抠出来的。看一下下面，我真的感觉眼都有点花，太震撼了这条公路。从这个平面弄大院来，这儿来不到人哈。2头修的没上，修完4年，个钢钎二水打的83个人。83个人啊，还有这个。这个扎警戒的，一家有前5个，还有一个炮工，有前几个，还有一个杀格的，有3、4个，我们只70、60几个人修，就修完4年就修成了。啊，你就是周家坪的人是吧？啊，我就周家坪的我。啊，你也姓周哦？啊？你也姓周哦？我姓姜。姓姜。我们姜嘎我的5弟兄，
我们就小一多半，我们占83个人，我们占43个五弟兄，后人占我们小一多半。当时修的时候是两边从中间修是吧？两头朝当，挨上两头朝当都斗，不要说的，连狗蛋子从1、2、35年练习时候23户人户，你练到那打个比方，我11，我吃到二一个来接我的时候，刚就吃在靠外，1张50块的毛公差一丁个都不行。就是在这条公路未修好之前呢，南阴乡的村民啊，他们出山非常的困难，要去赶集，要去赶无锡县的话，他都需要步行4、5个小时到一个镇上面去，再坐车到无锡县去，也就是来回的话，差不多要2天的时间，1天去1天来，对吧？所以呢，在2001年的时候啊，他们眼瞅着呀，其他的地方通公路了，只有这里没有通公路。23户村民呢，就齐心协力的开始修建公路，修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才把这个公路修通。那么当时这个公路呢，它是两边往中间打的，就是两边都有人在施工，在中间呢，把这个公路接到一块儿的。可能是因为当初起点，不太一样，对吧？那么所以搞得这个公路有一点点陡啊。你看这里上来，在崖壁上都修的比较陡的一个公路。你看，时不时的有车从这个崖壁上开过去。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他们当时在凿这个公路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人要挂在上面，悬空在这里作业，想想我们都觉得可怕。我们看到这个崖壁上这些一点一点开凿的这些印记，包括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当初打的那个炮孔，看到没有？它是一点一点的打这个孔啊，打这个孔洞，然后呢，加上这个小规模的雷管炸药来进行放炮，把这里边的这个石头呢，慢慢的抠出来。因为你如果说用的炸药太多的话，它就会炸的太多，有可能就这个公路就修不好。所以说整个施工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小心的，得慢慢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整个公路一修就是4年零3个月的时间。现在这个公路通了之后啊，南阴乡的村民呢出行就方便多了啊。村里面的人呢，也有人办起了农家乐，办起了民宿，因为大家都到这里来看这一条公路嘛，看他们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也是来学习一下。到这个地方来玩耍呀、旅游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那么村里面呢，他们的出入呢也会是越来越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的这个马门沟村啊。刚才我们航拍大家也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环境非常非常不错，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木房的这种古老建筑啊。以前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木房子，全是木房子，但是后来好像是申请这个古村落没有申请成功，那么然后很多木房子就拆掉了，建了那么多的楼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哈，很多的都是楼房。那么以前的非常多的这个木房子呢，都已经全部拆掉了，现在还剩下少部分一些啊，有一些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我现在呢带大家过去看一看啊，这儿呢也有2、3户木房，然后前边呢反正陆陆续续的都有一些木房子啊。这个地方主要是环境挺好的。然后这个靠山这边呢有一条河沟啊，当然不是大河沟啊，小河沟。那前面那儿呢，这个前边那儿呢好像有一个山河头的木房子，还挺不错的。我现在带大家过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在空中看的时候呢，确定是没有人居住了啊，过去了解一下。
今年这个雨水啊，好多地方发洪水，雨水也特别充足，这个水稻今年子应该收成非常非常不错啊。哎呦，走这个田坎上要特别注意啊！大家看看这个边上全是这个荨麻，咬人的。这个上面看看，这还有个吊脚楼，上面这个房子漂亮吗，朋友们？还有一个吊脚楼，然后很多古制的玩意儿啊。这有一个风车，像我们这儿吊脚楼，这个下面以前就是喂牛的，上面它这个上面就是吊脚楼，看看特别漂亮啊。半斗啊，这个对呀，这个半斗都2张，就是以前专门拿来收稻谷的。然后石磨这儿也有，这下面这么多的这个小洞，这种小洞里面都有那个地骨牛的，听说几千块钱1斤哦。我们在这儿上来看一看啊，这个房子都是荒废的，没人住的。还拦起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堆木房子的话都是空的，那么上面这一栋，这边也是一栋，是吧？这边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边上呢还有一个吊脚楼，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清静啊，环境也好，就在靠山的位置。大家要的这个竹林呢后边也有啊，后边也有。这个边上种的都是玉米啊。这个玉米呢，应该是另外一家种的。这个地方叫马门沟嘛，它就是相当于一个沟的形式。大家这样看吧，公路就在前边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是公路，我车是停在那儿的。那么这个整个中间一个弯槽，它是一坝田往下走，很长，好几公里的一坝这个农田哈。然后房子呢？就在这个地方，挺大的啊，挺大的。这儿连着是3栋房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是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的马门沟村。这个地方的海拔呢，大概是900多米啊，所以说，气候是非常适宜人居的一个环境啊。它这个海拔呢不高不低，太低呢有点热哈，太高呢冬天又特别冷。所以说呢，这个900多米的这个海拔呢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如果说朋友们喜欢呢，大家可以自个儿过来看一看，因为整条这个马门沟呢，像这样控制的房子还是挺多的哈。我只是给大家到这儿来看了一看，那么整个马门沟的话，像这样控制的木房子，怎么说也能够数个10来20户吧，就是没有人住的这个木房子。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的话，大家可以自己过来这边了解一下哈。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遵义市梅潭县西河镇的石家寨村，这边呢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古式的这个木房子的这种建筑非常的漂亮，整个周边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整个山形也特别的漂亮。现在呢，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进去了解一下这个古村落和欣赏一下那些非常漂亮的这种古式建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环境这边它是一条河往这里过，然后里面呢全部都是那种木式的那种建筑非常的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遵义市梅潭县西河镇的石家寨，就是我身后这个传统的古村寨啊，全部都是木房子，大概有200栋左右。这个下边呢，就是一条河流，非常清澈的河流。那么今天呢，我就不大跟大家讲这个古寨啊，主要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喜欢这样的古木房，也在让我帮你们推荐地方。真正的那种单村独户的呢，其实是不太适合你们的，对吧？那你们又要有山有水，然后呢又是古木房，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里推荐给你们。首先，它不一定是这个石家寨，那么石家寨的边上呢，这里是有一条河流的，沿着这条河流一直往上游走呢，大大小小有10多个村寨。有很小的那种寨子，比如说10户、8户的那种小寨子，都分布在这一条河的两岸。而且呢，每个村寨有近1/3的木房是空置的，因为里边的主人呢都在外打工，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你们真的喜欢这样的地方呢，你们就直接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就在这一条沿河去寻找。大概有7、8公里的这一个河道两侧呢，都是分布的小村寨，那么也满足了大家要山、要水、要木房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你们可以就当旅游的形式来这里转一下，那么慢慢的去沿河村寨去寻找呢，有可能可以寻找到你中意的地方。甚至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呢，可以组团到这儿来去租住当地的房子呢，也是没有问题，总比那种东一户西一户的要好，对吧？那么石家寨内部呢也有民宿，也就是说你到这里来呢也不缺居住的地方，可以租住民宿，哪怕是在这里住个10天8天的，那么都没有问题啊，你就可以在沿线去寻找这种你们觉得可以的地方，然后呢长期居住。有很多朋友呢让我去帮你们对接这样的木房，我完全做不到，对吧？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需求点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去拍视频呢，其实也只能展示一小部分的内容，不可能是面面俱到。有的地方呢交通不好，有的地方呢可能你看着很漂亮，可能又缺这缺那的，比如说网络呀，比如说水源呐，比如说电呀等等，交通啊等等，它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缺陷。但是为什么强烈跟大家讲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缺陷，它离高速路呢也就是10来公里的路程，然后呢两边都是大山，对吧？像这样的像如画一般的这个美景，然后又有河道，对不对？又是这样的古式建筑，所以这个呢都满足到大家的一个需求。
好了，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赞、关注、转发，谢谢。都是2个人在外头哈。那个房子也没有装过哈，都是一板板定的。哎，那2天我看你说是有评估的来嘛，是不是？看你还是恼火的要盖，路边的你要盖。啊。我专来调两趟，我盖不到我就没有车了。那就把我们那房子造了好多年的了嘞，造墙的。造墙造了好多年嘞。啊，造说是嘛，像那些高价房子路边边的，该给的要盖一下呀。啊。我说喊他们拿2杆木的瓦来我们盖一下呀，他都不来了嘛。我看到他们在盖嘛。我请人来捡，我说管他了，捡2杆我来做到。大家好，现在我在德贡公路上翻越3000多米的雪山，我运气不错哈。本来这条路呢，前段时间都在封路，然后正好今天呢开通了。如果说不开通的话，我从贡山县到德兴县的话，需要绕行800公里的路。这条路正好通了的话，大概就是100公里多一点。翻越这个3000多米的雪山呢，我就可以到达德兴县去看梅里雪山。我的车呢，先停在这里哈。上面一直有个车在那里按喇叭，我怕过去错不了车，我等他过来之后呢，我再走。能过的吧？那你等一下，我在那个位置停着，他都过不了，这个车太大了，我又得往回倒，我也不知道倒到哪里之后他才能过。
过得了吧？还是过不了啊？终于过去了，我的天哪！它这么大个车，怎么能往这上面翻？我的天，胆子也真够雷的呀，竟然敢往这上面走。这2天呢，昨天天气都还好，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天气就不怎么好了。我敢确定这个路，今天晚上一过，明天的话可能就不让过，因为晚上肯定要下雨下雪，那这个路面就湿滑，估计就不让过。所以说，真的运气不错。今天呢，正好我过来了，否则我绕行800公里的话，好累啊。这是牦牛吗？这么深的毛？大哥，让我过一下。翻过雪山过来到德清县这边，怎么感觉好荒凉啊？全是这种光山。我的左下方呢，就是这个澜沧江。昨天呢，我是住在这个飞来市这边的民宿的。昨天整天呢都在下雨下雪啊，还好今天早上呢这个太阳出来了，也可以看到梅里雪山。但是呢，日照金山就没办法看到，看不到日照金山的话，咱就看一下日照银山吧。I can hear the voice calling. I can feel it in my bones. I can hear a melody coming over from above. I can hear the voice call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枫乡镇下面的一个村啊，什么村我不太清楚，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门牌就知道了。这里呢发现一户人家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然后我看这个房子外面的这个感觉呢，这家应该是以前是酿酒师哈。他们这里呢，整个房子呢也没有进行这个无改式化的这个改造，但是公路呢已经通到这个家门口了。然后这里呢就是进他家的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以前是搞养殖的啊，然后这里面应该是养牛啊还是养什么的，这个圈这些都还可以。然后这里呢是厕所。养牛应该是在养牛。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酿酒的啊，所以这一家人还挺厉害的哈，又酿酒又搞养殖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农村酿酒的。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大水泥缸，里面还有一个坛子，大坛子。这里面是不是还有酒啊？看我也不去跟他拆开了啊。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玩意儿我也不懂啊。这个呢就是应该上面要放一口锅，然后呢中间去接那个酒啊，里面都有这个工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一家人还蛮厉害的。你看前面他这个房子那么多的这个酒缸，是吧？那证明他以前这个酿酒的话还酿了不少，所以可以看得出他这一家人呢，他酿酒是酿的比较多的啊，他不是一点的酿。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多的这个缸子，这个木房子呢整体看去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进行修缮啊，没有进行修缮。
也没有进行这种就是外面喷漆啊之类的，没有进行这个无改湿化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门已经上锁了，这里是什么组？给大家看一下。哦，纸房组啊，它是属于这个播州区枫乡镇这边的。然后再看大家看这个门上啊，还是这个结婚的时候，应该是小孩子结婚的时候写的这个对联，看一下。它这个房子呢，说实话还不是特别破哈。如果说稍微这个修整一下的话，其实是还可以住人的啊。大家看边上呢有一个厢房，就是都一些杂草啊之类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石磨啊，看这里还堆有这么多的这个柴火，就是烧炉灶用的，也就是煮那个猪食啊、烤火呀，这个冬天就用这个木材啊。这个又是一个牛圈，你看它那边有牛圈哈，然后这里呢也有一个牛圈啊，也有一个猪圈。那么证明这家人确实养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大家看看。然后这个门前呢，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门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视野还是非常非常宽阔的。公路是通到这里来的，然后水源的话这里是有，然后呢这个房子它是没有人住了，然后主人家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看会酿酒，然后呢还会搞养殖，所以而且他的酿酒工艺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感觉主人家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现在呢可能应该是看这个房子的样貌，应该是已经搬出去好几年了，有可能是在外面做这个酿酒的生意也说不清楚啊。如果有朋友看得上这一户人家的，大家其实可以到时候来看一看啊。相信跟这个主人家接触之后呢，你还可以学到东西啊，特别是酿酒这块啊，酿酒这个工艺应该是很资深的酿酒的人啊。像这种房子的话，如果有谁看得起想来住的话，主人家我可以这么说吧，主人家可以免费给你住啊。当然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修造啊，就是一些整理啊，肯定是你要让你自己来整理。但是你说住他的房子住一下的话，我觉得他不大会要钱的哈。我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有看得上这里的呢，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大家好啊，现在我又到深山里面来了，在步行啊，到这个里面去看一下。这边已经是很少有人居住了，这个公路也是不通的，进去看一看里面住户还多不多，看看里面适合搞什么样的项目啊，也好跟朋友们呢说一说。这边呢是在一个乌江边上的小村子啊，环境非常好。我想走到那个山崖口那边去，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去，走到那儿去看一下。这有2家人。这边呢是有一个小村主的，然后没有硬化路没有通进来。那么这儿看着有2户人家，反正这一片呢，可能好大的面积之内只有几户人家吧。然后我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啊，它都是这种不大不小的小山堡，然后这种岔道里面呢都是这种平的一块一块的这种土啊。我觉得土地资源还有各方面都还不错啊，环境都还不错。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啊，我为什么喜欢到山里面转，特别是一些没有路的地方我也去，对吧？那首先我喜欢深入到山里面去了解一些东西。第二一个呢，就是好多朋友呢让我顺便呢在大山里面跟他们找一找资源，包括这个土地资源呐、荒山资源呐等等啊。
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本来我的心愿就是宣传农村嘛，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老板他愿意到大山里面来投资呢，那对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一个好事情，对吧？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会到山里面转的一个原因哈。首先自己喜欢，第二一个呢能够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好，我们现在就无人机把这一片航拍了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整片山靠在这个乌江边上，无人机航拍的这一整片吧，都是没有做任何的产业的。那么刚刚我们也碰到了村里面的村主任他告诉我呢，如果说要搞一些养殖啊、种植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都是可以在这里做的，包括养猪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那么这里呢，整体的信息呢就是这样哈。那整个这一片呢，加上山林土地呢，应该是有上千亩的面积啊。大家从这个航拍画面中呢也能看得到。然后发展一些稍微中型的养殖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啊。当然你这个污水处理这块肯定要做好。这个地方用水也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他们灌溉农田都是靠山沁水来灌溉。那如果说你要搞稍微大一点的养殖场呢，直接可以从这个江边去抽水，因为从江边抽过来呢也就几百米啊，它的扬尘呢最多也就是100米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公路这一块呢不是特别好走啊，因为进主的路呢是只有4米宽的路啊，当然只有几公里的4米宽的路，其他都是比较其他路都比较好走的。那么特别是住户也不多，大家从画面中也看得到，整个这一大片呢只有10户左右的人，那么都是分布在这些靠山边的位置啊，中间这个土的位置是没有的。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瓮安县江界河镇龙塘村的老山组啊，详细地址就是这个地址。那么这个4米宽的公路呢，是直接可以通到组里面的，大概有3-4公里的路面呢，只有4米宽，离江界河镇上呢只有8公里的路程，所以整个这个位置呢，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个人觉得啊。那这里的整体情况呢就是这样哈。如果朋友们有兴趣呢，大家可以自己来找这个村里面去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播州区平镇阁老族乡的阁老石头城。其实去年我也来过这里，但是那个时候在升级打造，现在过来呢还是在升级打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门口这2个石头真的好看，这么长，我也叫不出什么名字啊，反正挺漂亮的。现在呢，我们就用无人机飞进去看一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我也没有进去过。这里呢就是外面的大楼啊，应该卖门票的就在这个地方啊，里面就是封闭式的嘛。哎，怎么这里面全是这样圆形的这种建筑物呢？也看不出啥端倪来啊。再往前吧。哎，这下面有一个圆圈的这个木房子，中间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石头，好像是那种类似于八卦的那种造型啊。这个空中看呢，好像看不出什么名堂，但是你看这个树林中啊，有很多的这个石头啊，应该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故事的。还有包括这个圆形的建筑物啊，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啊，因为没有进去，咱们也不知道。整个景区占地面积并不大，大概是几百亩的样子，据说是好几个亿打造的。这个地方要是打造好了，你会来玩吗？有没有进去玩的朋友呢？大家说一说里面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欢迎大家留言。这个呢就是整体的一个俯瞰图。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组啊，因为一直以来拍视频呢也没有好好的介绍过。我们这里呢有20多户人家吧，好像是22户吧。因为我们村呢算是国家级的这种深度贫困村，但我们只是一个小组啊，其他小组也都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我们这里还相对好一点，因为它离村里面的话，走路的话就是10来分钟嘛，远的可能半个多小时啊。村办公室是在那边哈，所以呢，从那个岔道这里下来呢，就是进我们组的这个路了。我们这个组呢叫做大湾组啊。然后这条路呢，因为是修仁增新高速嘛，所以这里是修的便道。本来是这个2年前就应该硬化的。但是因为仁增高速要过呢，所以这个政府这边就没有硬化啊。等到这个仁增高速修完之后呢，再硬化。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是有一户人家的，现在只有一个老年人在家。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两三户人家吧，但现在房子都塌了，没人了。这里有一户人，然后这个下边呢有2户人，我这里看不到哈，有人住的。那大家再过去看一看，那里有一户人家。那上面也有一户啊，在那个山那边也有2、3户吧哈。总的来说是20多户人家嘛，老户头。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是不多了哈，可能就只有那么7、8户的这个房子还是好的吧，其他的都不好了哈。然后我们这里呢，主要是这个山太大了。然后又缺水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人都是住在这个山腰上的。所以这个水源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有水的话也在这个深沟里面去了嘛哈。村里面这个房子什么的也全都是木房子啊，山也比较大。就是目前的居住情况呢，大概只有6、7户是住在这里的，其他人都搬走了哈，有的是搬迁了，有的是直接在外面居住了，不会回来了哈。那么村里面整体的面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山过去呢，还有一大片哈，还有一大片，比这边还要平一点哈。然后我们再过来哈，这里是一个山堡，这个山堡下面也是一大片啊，因为下面是一条比较大的一条河流。然后再往这边过呢，我们是一个就是我自己家了哈。那么我们这边下去呢，是有一块平的哈，一大块平地，然后下去一直也是一直到河。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哈，这里是一直到山顶是吧？然后从这边一整片过来，到那边还有一片过去啊，那个山楞那里还有一片过去。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在我镜头中看到的呢，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土地哈，只有那里有一点点山。整个组20多户人家的荒山面积是有2000多亩。然后这个耕种啊，包括自留地啊，这个一些自己留的这个林地啊，那么加起来有1000多亩，也就是20多户人家总的有4000来亩山林土地。所以按大家的说法的话，是挺富有的，是吧？这么多的山，这么多的土地啊，但是大家也看得到哈，都是一些坡地嘛，很纳闷哈，为什么你们这么多的地，这么大的山？怎么会现在还是这么穷呢？啊，第一是因为公路的不通，第二是信息闭塞，是吧？第三呢是水源的问题哈，所以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呢，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个地方就很难发展了，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但是现在呢，这个公路应该是很快就要通了。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地方的整个地形适合发展什么样的项目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大家如果说看得上这里的话，可以联系我哈。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岳池的低坑大瀑布，听说这个大瀑布很漂亮啊，过来拍照打个卡。但是这个好像天空不作美啊，现在在下雨。从它的景区大门进来，要么就坐观光车，要么就步行啊，大概步行20分钟就能到达低坑大瀑布的位置。我是选择了步行啊，看一看这个沿途的风景。
这边这一片呢是红枫树林，但是现在不是秋天，所以说大家秋天的时候再来看这个瀑布呢，应该在沿途会有非常多漂亮的风景。等这一片枫树林的叶子都变黄了之后，是不是很美？你们现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哈。这个途中啊，还有一个土匪洞，咱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土匪洞有多大。这个步梯呢，后来修的。这个土匪洞在半悬崖的中间，走到这个上边来呢，咱们也视野比较开阔一点。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亭子，再反过去呢，就能看到很好的风景了。景区门口在那边，沿着这条江下来，往下走呢，可能还有10多分钟吧，就到那个瀑布的位置。这个土匪洞洞口还真是小，就这么一点。看一下这里吧，在这个地方守着，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而且这片崖壁的话，它是有点反斜度的，所以说爬是肯定爬不上去的。我比较好奇啊，我稍微往里面走2步看看。哇，这个洞内把这个崖体啊给弄成了这个石梯，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通道进去。这儿呢还弄了一根攀爬的绳子。我在想，就我一个人，我要不要上去看一下？稍微往上走2步，好吧？走到这个口子这就行了，就爬这个石梯。然后今天咱也没带光哈，他们古时候这个土匪住的也不容易啊，住在这个峭壁之上。进来之后这个位置就比较宽一点，但是可能还要继续往上面走啊。这有个口子没有？我就看一下这个口子吧。然后这边是一个天窗，哦，土匪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在这个崖体里边抠出来的一个洞穴，大概有个几平方米吧。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开了一个天窗口，这边呢从这儿上来啊，这儿的一个狭窄的石缝上来，那么这些石梯呢都是他打的，就是一个石缝。那么进来之后呢，这个位置是自然原生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位置呢是他开凿的，对吧？我感觉是土匪在这里开凿之后呢，然后自己就住在这里。这里有一把刀，可能是当年的这个土匪用的刀。这些应该都是吧，都是他之前用的一些工具。这个天窗呢，就是开在外边的，这里可能是以前用的一些照明的工具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它这个天窗口啊，这个口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套几个铁链在这里啊？这不知道代表什么寓意。反正这个地方看出去呢，整个环境非常的好，外面的一举一动也看得非常清楚啊。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瀑布的地方啊，这个瀑布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下边是小瀑布，上边是大瀑布。大瀑布呢，它有130米宽，有60米高啊，被誉为亚洲第1宽瀑布。今天这个下着雨呀，真是坑啊！想飞一下无人机，我估计我要等一会儿，等它雨停了之后再去飞。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啊，也有点那种丹霞地貌的感觉。然后那个瀑布那边呢，他们也瀑布的内部呢也修有这个栈道，可以到瀑布内部去。这地方这些石头挺好看的。然后虽然下着雨啊，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来，这个镜头感还是非常好看的。怎么样，朋友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壮观？我还要到那个瀑布里面去感受一下啊。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拍照、拍视频、打卡是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它整个包括河流，包括这个瀑布里边那些石头上呢都有很多的青苔，所以说呢，人站在那儿拍照会非常的好看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沙湾镇建设村的三岔河组。这个村庄啊，非常漂亮啊，我每年都要来看一看。它是集高山峡谷、河流湖泊、悬崖峭壁、奇峰异景为一体的村庄，非常的美丽。而且村中呢，还有一棵1600多年的千年古银杏树，长得是奇形怪状。现在呢，正值叶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啊，非常的好看。跟我一起进村去看一看。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村里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底部呢，其实还是比较平坦的。你看这边这些山峰啊，非常漂亮。这里有一个锥形的大的这个岩石峰，很漂亮。上边这儿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石柱子，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奇峰异景啊，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前方那儿呢就是银杏古树啊，走吧，去看看。来到这个路边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里有一棵银杏树了。这棵银杏树可能是几百年吧，看到金黄色的颜色，现在非常好看。然后上面这一家人呢，好像也没有人居住吧。你看这儿有一棵小的，这个地方种了3棵银杏树，那棵比较大一点啊，那棵是1600年的。然后你看看像这些房子的话，也是没有人居住的。在这个下方呢，很大的一块平坝啊，所以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大家如果说想到这个地方来玩呢，还是很好找的，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寺庙嘛。这里是上方的一条大峡谷。那么这边呢也有一条峡谷，那它2条河流在这个地方汇成一条河之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向下流过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叫三岔河嘛，也是2水交汇的一个地方啊，很漂亮的一个村子。然后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风光无限的美啊，包括前面是吧，都是那种峡谷高山那种岩峰，对吧？很好看。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条峡谷延伸到里面去哈，所以这个地方是4个大峡谷，很漂亮。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棵千年古银杏树的跟前，来看一看金黄色的颜色啊，金黄色的叶子颜色，非常的漂亮。我给大家近距离来看一看咱们这棵1600年的千年古树啊。长1600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还没有出生，是吧？可以看到这个树的下方是非常非常的粗大的。那么特别奇特的是，这个树的这个枝丫位置啊，长了密密麻麻的这种像锥形状的这种倒流体，这个呢叫做银杏天笋。而且我们注意看的话，它每一个枝丫的下面的话，都长有这种天笋啊。而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据这个网上的资料显示啊，就是能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是10万分之1，所以说很难的。那么它为什么要长这样的银杏天笋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个呢就要从这棵树的树龄说起了。它已经有1600多年了，对吧？那么在若干年前呢，这些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整个地壳呢也有一定的运动，那么长期经受这种电闪啊、雷击啊、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等等，那么不断的对这棵树呢进行这种大自然的摧残拍打，对吧？所以说把这棵树呢，把它拍打的这个千疮百孔的，
才形成了这样的银杏天笋。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咱们这棵古树的生命力的顽强，对不对？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呀，直到今天，它依然屹立在这里，给我们呈现这么壮美的这个景色奇观，对吧？非常令人敬佩。我敢说呀，我看了很多的古树，但是像这棵树这么漂亮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看看这一个枝丫延伸过去，那些地方啊，就是一颗一颗的这种天笋掉下来，你看到没有？那个枝丫那里也是一排一排的这种天笋，包括下面的一些枝丫，还有就是上面呢，包括树顶端的那些地方的话，我们无法拍到，都有这种掉下来的这种天笋，真的是非常好看呀！来，大家看看，就像一件天然的这种艺术品啊，让我们看到真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的这种感觉啊！整个树干从这里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地方是不是都吊着天笋，尤其是最顶端吊的也是很大很大的天笋，哇，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原生态的村庄，这也就是我经常喜欢到这里来玩的原因。你看，古树啊、古木房啊，映衬在一起啊，真的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啊！而且住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山清水秀，是吧？空气清新，非常非常的美啊！站到这里来，是吧？是不是显得我很小？那我这样抱过去也抱不着，得3、4个人吧，4个人、5个人才能抱得住吧？这么大的一棵树，朋友们，这棵树现在是特别好看的时候啊，应该下周这些地上就有铺满了这个金黄色的叶子，赶紧来拍照打卡，时间1年只有1次啊！反正啊，这个村庄的环境我是非常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经常来这样的山清水秀的地方玩一玩。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里有一条小道，笔直的往山上走，我估计上面肯定住有人了，我们上去探访一下。但是这个走路真的是累啊。哇，看到土地了！哇，这个土地都是种植起来的，看到没有？房子在那里啊！哇，这里空气好啊！啊，这些土地都有种植起来。这个位置有几栋的这个房子啊！哎，我没有想到，走到这个山腰这里还有一大片的平地啊，非常不错啊！看看，哇，这边这个土里面种了好多的白菜，这个白菜才原生态吧？看，又大，然后还种了好多的这个，应该是柚子啊，这些树应该是柚子树。但是这里就算种柚子树也比较头疼啊，因为那个公路不通嘛。这里看一下，环境优美啊！养了好多的鸡。耶，这里还有好几家人呢。1栋房子，2栋、3栋、4栋。你们看，这种就是典型的搬迁过了。这里也是拆迁掉了，搬迁的啊。
这些就是房子拆下来，这个木板全部放在这里盖住的，看一下。哎，我看这个形状，好像这一家有人，其他的房子都没人居住了。这边是一个灶台，你们看啊，这边是正山间的一个房屋啊，木料全部拆下来放在这个位置了。然后这里呢就是厨房、灶台。这边还弄了一个床，呵呵，看一下这里。那儿还有一个电饭煲吗？还有一个电饭煲，看到没有？哇，这些东西都还放在这里了。难道这里也要全部搬迁吗？这里要是全部搬迁的话，就有点可惜了哈。这个上面这一山的这个土地也是种起来的，然后这一家是搬迁了，那一家搬迁了，那户人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只有这户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它这个小宅子的这个整个周围这些土地呢，都没有丢荒哦，都是耕种起来的。如果说是这一家耕种的话，那不得了哦，起码是好几十亩地哦，好几十亩地，上百亩地哦，应该有。没有看到有人啊，人都到哪儿去了？这个单个房间应该也有人在家的呀，还用玻璃装了门，还用玻璃装了窗。哎呀，这家门也是锁着的，到哪儿去了？这是水缸。哇，这里2副棺木，那边一副棺木，这里一副棺木。有人在家没有？天哪，这里也是锁着门的，两边都锁着门的，这人到哪去了？河西村秦院主。哇，这里还新买的这个旋耕机。整个房间都是拦起来的，没有看到有人呐。有人没的？你看没有回应。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啊。没有看到有人，有人还可以了解一下。你们整个看一下，后面是几座山，小山把这个小组围在中间，然后只有这里有一个缺口可以看得出去，看到吧？只有这里有个缺口可以看得出去，然后整个这个缺口之外的整个山边全是这样的山，给这个小组围起来的。这地方不错呀，我跟你们讲，水源也有，我感觉以前是不是都是一些大地主居住在这里的？然后主要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一个特别隐秘的一个小寨子，整个山全部把这几户人家包裹住，然后门前是10多亩地的一片大田下去，只有这一个出口可以看向下边。然后呢，水源这里也是完全不缺的，好地方啊，真的是好地方，朋友们。特别遗憾的是今天没有看到主人啊，咱也只能走了，因为不能等他，他有可能去
别的地方吃酒，干嘛去了？今天也回不来，你在这里等到天黑都等不到人。现在下午3、4点了，所以要回去了。朋友们，今天的探访就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州最神秘的一个村庄——从江县的占里村。占里村呢，是隐藏在贵州深山里面的一个侗族村寨。上个世纪90年代不通公路之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几乎不与外界进行联系。为什么说占里村神秘呢？因为占里村的年轻男女结婚之后啊，都只生一男一女。而且这个习俗呢，从清朝时候就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为什么要控制只生一男一女呢？这还要从占里的祖先说起啊。据说占里的祖先为躲避战乱啊，1368年从江苏逃难，长途跋涉经过广西梧桐，最终定居在此地。占里村的得名就来源于其祖先吴占和吴里。由于这里环境优美啊，大家过着与世无争的富足的生活。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地少人多的矛盾呢也凸显出来。情商高的寨老们呢就对乡亲们说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话：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一窝就挨饿。后来就定了一条寨规啊，一对夫妇只允许生2个孩子，谁多生呢就依寨规进行处罚，严重超生的还要逐出寨门，不得再回到这里居住啊。所以呢，计划生育呢，这里应该是实施的最早的。类似的古歌曲呢，在占里村的巷子里还有很多啊。就是基本上你们现在的话就是讲本族的话，然后普通话。哎，是普通话。就包括贵州话都不怎么讲。真的是每家每户都生一男一女吗？都是一男一女的。都是一男一女。都是2个。那么他们是如何达到每家每户只生一男一女的呢？这实际上跟村里的一位药师有关。这位药师掌握了生男生女的秘密，而且村里呢只有一位药师，并且是传内不传外，传女不传男，而且只有本村人服用之后才有效果。村里男女结婚之后啊，不管第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去药师那里拿药喝，那就能控制第2胎的性别。这说起来呢，确实有些不可思议，有违科学常理。据说药师的药方中有一味主要的药材呢，叫做浣花草，但是这种草药被相关的科学家拿去研究之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更为这个村子呢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种用药草就能控制生男生女的方法呢，至今仍然是个谜啊。关于人口增长的问题啊，网上报道说从52年开始，几十年来只有10个人的增长，那是不对的。这是村里面我找到的一张历年人口增长的表格，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最高一顶那个看哈，我看高的平不平？有平的有不平的，都不算那个很陡，都不算陡啊。都不算陡。那你这个马路哪个马路啊？也是村里面挖的啊？原来他们承包的最远嘛搞就是自己的嘛，承包给他们包药制药嘛，他们制药就在本地的人嘛，他们就挖嘛，挖那些药也没做得上桥，满城市也是甩球。做哪个药了？这时候准备？把自己的噻，现在都有。现在都有啊？现在都有嘛，没有做。上面看到不咯？看到啊。这图还是可以的，这搞的考验哈起来。对嘛，这种泥巴呀，它不是你看你比如说黄泥巴，它不是的。这种泥巴还是比较泡的，还是可以啊，看起厚，可能土层比较厚哈。这高就要平的。所以说要走上来看好了嘛。我都觉得还有点架子的，我不可能。你那个第二种我喊你跟黑帮也说。是。你说，你们这儿就在队长啊？是队长。你叫哪个名在这儿了？我在的哈。在叫滚水坡。滚水坡，你们村的地址啊？村是五星村喽。就在亳州区乐山镇五星村。这一图安逸。真的安逸了，这个山那边也有一大片平的是吧？这边他们拿到过，要到2个虎骨。不要紧，我一会儿把飞机从这个山顶上也飞过，我晓得了。没有从入骨的。我主要是就是想上来看下这里平的到底有好多地方。反正3年免租你谈得好噻，你们都谈好噻。2、3年都没得问题。都没得问题啊，可以。龙就到这里哈。这个龙，他是要的噻嘛，要说啊，要根了。扯起来吧，你扯起来看噻。就是叫八字啊。八字。气风。散寒。就在这种。这个就他就要这个干了。这个有。晒干了。是晒干了，把它洗干净了。要不然
哦，这也排毒噻。挖噻，你挖得出的呀？看干出来不？干出来垃圾坨、垃圾装来看呀。这排毒噻。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山上，那边呢是播州区乐山镇五星村的这个滚柴坡这个位置的这个小地面，整个这些土地呢全部是现在是荒废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兄弟呢，姓李啊，他是他们这个村庄的，然后他跟我说呢，就是这整个山的这一片土地呢，可以就是承包出去，而且可以3年不收租，就是谁想来这个承包这个地，不管你是种子也好，搞什么地都可以可以就是3年给大家免租金。那么3年以后大家再谈，而且整个村主呢他都可以去谈好的啊。从下面步行上来大概是10来分钟吧。然后它的这个坡的这个公路是挖上来的。那么如果说要运送物资上来的话，也还是方便的，把这个路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运上来了。整个土质是非常不错，这个地方呢，这一大块土呢，最少也有几十亩哈，我目测了一下，而且土质是非常好，土层也厚，所以不管种植什么东西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呢，它之前有人在这个地方承包种这个白芷这种中药，前2年是种的这个烤烟，我一直也在跟大家找这种好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跟村里的这个关系都很难讲好。这个兄弟他看到我的视频之后，他说。这个地方可以弄出来，他跟村里面已经协商过了，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这个侄儿呢，也是当地这个村大队的这个队长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好协商哈。应该这么出了人家就好了。啊，这2个指引我转去看着噻。都在土啊。我带大家从空中看一下这个地方，整体地方非常不错啊，山顶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然后这个兄弟跟我讲呢，他们这个整个山上呢，土地呢有1000亩左右，那么只是算土地哈，那么目测加上山林呢，应该是2000多亩的总的面积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呀，它这个整体的土质也非常好，也厚。那么之前有人在这里种过这个白芷啊。那么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白芷拔出来的话，它是隔季了，但是也非常不错哈。大家可以从镜头中看到，这个山不大哈，它是不是那种特别陡的山？然后山脚下呢就是公路，而且这个公路呢是6.5米宽的路，一直通到遵义市。这个地方离遵义市呢就是30多公里哈，挺近的。大家现在从这个镜头中可以看到它这个毛坯公路也挖到山上来的，所以说运送一些物资呢，就是稍微把这个公路清理一下就可以运上来。然后这个水源的话，山上有一点水源，但是不算大，但是山脚下的水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要大面积用水的话，可以从山脚下抽上来，这个扬程也不算高啊，也没问题。我感觉这一片山林土地啊，适合做的事情非常多，种中药材、种树。一些小型的养殖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进行套种、套养都可以的。这一整片2000多亩全部可以免租3年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朋友们，现在我依然在深山里边，在对面这个大山上啊，发现那个山中间隐隐约约有一户人家在那里，而且看去好像有在耕种田地，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出山的，整个周围根本看不到路。现在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一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独山县。那么来到独山县之后呢，怎么能不去天下第一水丝楼看看，对吧？所以呢，我来到了隐山镇的静心谷景区，因为这一座水丝楼呢，它在静心谷景区内部啊。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过去看一看。那我现在呢是在静心谷景区的内部。说实话，这边这个景区造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啊，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营业。那我们可以看到静心谷景区内部呀，都是这种仿古式的建筑，但是呢，都是没有人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内部的这些建筑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边整个景区呢，好像目前是一个停着的状态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些古建筑啊，确实做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现在呢，就是从这儿步行到这个牌楼那儿去啊。那么现在整个景区基本上是空无一人的状态啊，只有看到少数的一些他们当地的村民呢，到这里面转转，然后跑步啊，干嘛的。虽然说这个景区它现在是一个停摆的状态啊，但是我个人觉得，真的比大多数景区规划的要好。如果说哪一天这个静心谷景区开放了的话，真的值得一来。它不光是这个牌楼漂亮，整个景区里面的古式建筑也非常的多。虽然说是人造的吧，但是看去确实是挺漂亮的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水丝楼的边上。这座水丝楼呢有99.9米高，有24层，现场看去真的是非常的壮观。我们过去看一看。这一座水丝楼的造型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总造价呢超过2.56亿，也被称为天下第一水丝楼。造型非常的别致，是集会展、博览、酒店住宿、游览观光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除了具有水族特色元素之外呢，该建筑还融合了苗族、布依族的特色，是独山县静心谷景区最具标志性的宏大建筑，也是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壮观的水族建筑。同时呢，也创造了3项的世界纪录：一是世界上最高的玻璃陶建筑，二是世界上最高的水族、布依族、苗族、民族元素建筑，三是世界上最大的牌楼。现在呢，牌楼正式进入了装修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呢，会以酒店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了，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哈，如果早上8点之前来这里呢，是不需要门票的；如果超过8点呢，是需要收10块钱的。